美国海军胜利号舰艇船在南海持续窃听，这次它会不会和无暇号一样，受到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从6月8号开始美国海军那个胜利号海洋监测船就进入了南海，而且在南海一窝30几天呢，就围着西沙周边是潜溜的呢，反正呢是没干什么好事儿。就跟这个以前进入南海的其他舰船不一样因为像别的其他的这个外国舰船在南海的国际水域航行的时候，别进领海国际水域只要在国际水域航行，只要符合国际法进行通过也好，航行也好，自由航行也好，中国从来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会干预的。但是呢，胜利号还有无暇号这种海洋监听船只过来以后，就算是没有违反国际法，没有进入中国领海，我们中国都一定会高度的警觉，并且要采取相应措施。因为这些船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监听测量水下的一切重要信息，比如说水文资料，大家会听不同季节水文的这个资料是什么，水下的声音传播特性是什么，还有测量水下地形，还要收集各方潜艇在这个区域航行的时候它的声纹特征是什么，能够隐藏多久，能够隐藏多远，不同的深度从100米到400米，我能不能够发现这个潜艇的这个声音信号，进行各种测试。尤其是他们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威胁太大了，如果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声纹特征被对方掌握得很清楚，那么实战中有可能我们的潜艇一出港，对方的潜艇就跟上来，就能发现我们了，这样我们的战略安全就被严重动摇。所以呢，以前出过一个无暇号事件，2009年那一次3月份，美国的无暇号在黄海距离中国海岸线是230公里位置上，先后呢被我们的飞机还有5艘船是集体围观。美国人说中国这5艘船是盯得非常紧步步紧逼，还抱怨说中国船只距离无暇号最近只有8米，然后美国这无暇号拿高压水枪向我们的中国船只进行冲击，结果甲板上的中国船员呢根本不在乎，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接着干反正就死跟你了。然后呢，美国人还抱怨说有些船航行到了无暇号的前方，并且呢还抛下了障碍物，迫使无暇号停船。还有消息说呢，就是这个中国船只曾经拉住美国船只放出的拖曳声呐，拖曳声呐很长1000多米的玩意儿呢。结果我们这边捞到以后呢，就是开足马力跟美国人比拔河然后美国人使劲，我们也使劲，最后呢说是美国人放弃了以后，这才是脱离这个拔河状态。也有人说不是美国放弃的，是中国渔船大斧子一斧子抡上去之后，把那个电缆砍断了，我们给拎走了。还有就是说美国人呢说有扔个浮标的，扔浮标之后大陆渔船在后边跟着你扔了我就捞，所以后来著名段子就出来了美国人说声呐无铜，捞走无用，这段子这么来的。当然呢，美国这些船到中国边上来也没有白来，经过若干次斗法，反正我们看到解放军新造的某些船只外形和功能怎么就跟无暇号那么相似呢？那么这回胜利号过来，有没有遇到无暇号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暂时没有看到进一步报道。相信的呢，我们相关的部门肯定也有应对措施。只不过讨厌的是什么？和平时期又是在公海，我们不可能直接把这个无暇号也好，胜利号击沉，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些船的监听能力呢，实在是讨厌，监听范围也广，监听的内容也多，所以总要想办法对付才行。其实呢，对付这些进行监听的船只，能用的办法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些船只的航迹很容易被发现，只要它靠近了，我们可以组织大量的渔船，就是伴随一下反正大家也知道，捞声呐卖钱，那比捞鱼爱国多了，也能赚得着东西。所以大家应该是非常努力的跟在它后边去捞吧。至于说是砍也好，是拔河也好，我们都不管。另外呢，这些渔船也可以带点东西，就是那种水下可以制造大量的大功率噪音那种设备另外和平时期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利用各种手段呢，去制造一些假的潜艇声纹，掩盖真实的信号特征。比如潜艇也好，水下的这种潜航器也好，无人潜航器也好，就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弄出大量的噪音来，反正你也听见了，是声音吗？是声音。是潜艇声音吗？是潜艇声音。但是真到作战的时候，我的声音跟我平时会完全不一样。这些原理呢，其实就跟空中常见的电子对抗干扰一样。比如我们的雷达，平时用的是训练频率，战时用的是战备频率。你美国卫星也好，飞机通过的时候，你只能听到我们的这个训练频率，实战频率等你挨一下才知道。水下的这种对抗呢，只不过不是在电磁波领域，而在水声领域，就是这么回事。所有办法其实都差不太多。好，关于美国的这些水声的监听船只，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